大家好，我是张大刚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主角依旧没有出场的经典热血格斗番《刃牙》。上集说到猎战胜季打断了日美联合军的连胜，但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，全世界能打败猎的人都没几个。下一场比赛是范海王对战小阿里，范海王是误打误撞治疗好刃牙的楚海王的哥哥。比赛之前，楚海王提醒他要小心，但是明显范海王胸有成竹，已经找到了应对方式。同时，小阿里也在后台做着热身运动，他的动作流畅的就像舞蹈一样。比赛正式开始，小阿里就像跳舞一样一跃而起，瞬间在范海王脸上划出了一道深深的伤痕，鲜血喷涌而出。范并没有慌乱，因为他找到了拳击的破绽。他一脚踢出，拉开距离，拳击中并没有踢技，拳击的距离有限，只要他继续用腿攻击，小阿里的拳就打不到他。范不断用腿攻击着小阿里，在一招扫堂腿之下，小阿里失去平衡，向后仰倒，范抓住机会一拳轰下。而就在此时，小阿里猛地蹬地侧身躲开，紧接着两拳打的范失去意识倒在地上。没错，拳击中是存在踢技的，不过不是踢人，而是用脚蹬地。两拳结束战斗，但是范并没有认输，他挣扎着想要爬起来再战。刚刚摆好姿势的小阿里突然察觉到了什么，转身离开。在他转身的同时，范彻底失去意识倒在地上。胜负已分，5场战斗进行了4场，但是中国只赢下了1场，已经没有胜利的希望了。最后一场比赛，永次郎对战郭海皇。永次郎在开战之前立下 flag， 只要郭海皇赢得胜利，那么前3场战斗都不算输。郭海皇上场之后，将轮椅一把扔给永次郎，永次郎单手接住，请郭海皇落座。两人边聊天边推着轮椅在路上慢慢走。永次郎问他到今天这个地步付出了什么，又得到了什么？他选择100多年痛苦的修行中舍弃了什么？亲兄弟他都能毫不迟疑的舍弃，唯独力量他无法舍弃。100年前的他和普通的肌肉壮汉一样，追求着纯粹的力量，身体上全是高密度的肌肉，握力可称亚洲第一。当时他认为权力不过是无稽之谈，但是某一天他败在了一个瘦弱的老头手里，权力打败了他。从那天之后，他就扔掉了所有的锻炼器材，为了习得权力而锻炼，身上的肌肉逐渐减少，吃饭的时候甚至能感受到碗筷的重量。终于在90岁的时候，他学会了权力。听到这里，永次郎咧嘴一笑，单手举起了轮椅，随着他一发力，轮椅顿时4分5裂。郭海皇以一种非常灵巧的方式翻转落地，究极的力量对上究极的权力，究极的刚对究极的技，战斗开始。永次郎率先挥出一拳，泛着白光的拳头直击郭海皇面门。在拳头靠近的瞬间，郭海皇借力在空中翻滚，永次郎的手臂上只挂了一副墨镜，趁着墨镜落地的瞬间，永次郎再次踹出一脚，这一脚擦着郭海皇的下巴飞踹而出。郭海皇再次顺方向一个翻滚，落地的时候毫发无伤，只有下巴脱臼了而已。猎道士一眼看出郭海皇用的是削力，在被击中的时候吸收冲击，而故意让下巴脱臼。在战斗的时候，身体会本能的绷紧，脱力的原理就如同对着漂浮的纸巾挥下剃刀一样，以柔克刚。刃牙目瞪口呆，他爹那一脚真的出全力了吗？猎一直已经嵌入墙壁里，面目全非的眼睛，你说呢？两人交谈间，永次郎再次抬脚自上而下的踹去，这一次正中郭海皇面门。郭海皇再次使出削力，顺势翻滚。永次郎这全力的一击在削力之下被化解了90%，只让他流了点鼻血。永次郎突然大笑起来。中国拳法说到底不过是玩耍，当人面临危险的时候，身体本能会绷紧，这是身体的本能反应。但是这种反应反而会让情况恶化，巨大的树木会被风吹倒，但是柔弱的草却不会。大人会因为摔倒而骨折，但是孩子从高空落下却毫发无伤。而永次郎要做的就是换回本能，打破削力。郭海皇走上前，这是他的第1次攻击，但就在此时，永次郎突然一拔郭海皇的头发，紧跟着挥出一拳，郭海皇毫无防备的被击飞出去，在地上翻滚。他居然借由拔人头发，意图引起身体的瞬间僵直。不过这一拳倒是没对他造成伤害。郭海皇又慢悠悠的走回了永次郎身边，以极其缓慢的速度挥出一拳。没想到就是这看似毫无伤害的一拳，却让永次郎突然汗毛直竖，身体下意识的一躲，甚至连连后退到了墙边。郭海皇再次挥出一拳，永次郎及时躲开，那一击打中了墙壁。一件极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，只见被郭海皇打中的墙壁突然从中心呈蛛网状碎裂。刃牙目瞪口呆，3观颠覆，他爹居然躲了，他爹居然害怕了。等一下，这老头的拳也太恐怖了点吧，这不躲铁定被打残。其实郭海皇用的不是力量，依旧是削力，把防守的削力转化为攻击的削力，在纠结放松的状态下出拳，就能冲调冲击，产生如同怪物般可怕的威力。郭海皇又是缓慢的一拳轰出，刚轻轻的碰到永次郎，后者就突然被弹飞出去。超过200斤的永次郎居然就这么飞了。郭海皇又是一脚踹得永次郎连连后退，紧接着一巴掌把永次郎抽成了旋转陀螺，地表最强竟然被玩弄于股掌之中。郭海皇忍不住开麦嘲讽，没想到永次郎呵呵一笑，哎呦，你个老不死的，就没有注意到什么不对的地方吗？郭海皇一听，一个轮胎扔了过去，就在轮胎贴脸的瞬间，永次郎就如同之前的郭海皇一样，一个翻滚安然无恙的落地。郭海皇上前又是一
一拳，永次郎不闪不避，轻松化解。他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学会了消力。郭海皇一愣，随即哈哈大笑。他早就听闻日本有个地表最强的男人，果然名不虚传，那就让他们比比谁的消力更厉害吧。没想到永次郎却说，他之后不会再使用消力了。他的右手紧握成拳，可怕的力量在他的手臂上汇聚，紧接着一拳轰向地面。随着这一击，整座竞技场都在跟着颤抖，霎时间烟尘弥漫，地表被他轰出了一个巨大的坑洞。斗争就是力量的解放，之前也说了，他是欲望的结合体，消力的方法无法让他自由的宣泄力量，他使出消力只是告诉郭海皇他自己也会而已。永次郎十分狂妄的表示，除了我之外，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，不管是秘籍还是奥义，都是弱者才会学习的东西。永次郎挥拳冲出，一拳直击郭海皇的下巴，不等反应，紧接着又是一拳，两人你来我往，拳拳到肉。最后永次郎一拳将郭海皇轰向墙壁，利用墙壁的反弹力让其无法使用消力，紧跟着又是一拳一脚。不过郭海皇也立刻反应过来，迅速回击，双双负伤弹开。不过郭海皇这边看上去跟马上要升天了一样，刃牙看着这样的爹不禁兴奋起来，这才是真正的饭马永次郎。只见场上的永次郎突然发力撕掉了自己的上衣，露出他肌肉遒劲的背肌，观众都惊呆了，因为永次郎的背肌就像是一只恶鬼的脸，他的肌肉形状和普通人不同，天生就适合战斗。两人的较量再次开始，郭海皇快到根本看不见的攻击不断的击打在永次郎的身体上，但是永次郎完全放弃了防御，紧绷肌肉任由郭海皇击打，直到郭海皇的指甲都被染成了红色，永次郎这才慢悠悠的将双手从裤兜里拿出高举，他的背肌从恶鬼变成了正在哭的恶鬼。永次郎双手猛地一拍郭海皇的脑袋，老头当场失去意识，紧接着又是一拳挥出，但就在即将砸下之际，永次郎像是发现了什么，突然停下了拳。见郭海皇一动不动的站在原地，医生上前查看，原来就在刚才郭海皇自己老死了。永次郎懵了，还带这么玩的？好不容易找到对手的地表最强，简直有气无处撒，无敌是多么寂寞。比赛匆匆结束，但是刚下后台，本该死去的郭海皇突然死而复生。原来刚才永次郎一拳挥出，他就知道自己必死无疑，于是装死，迫使对方停下攻击。这可是武术的胜利啊！死亡才是最好的护身法。存在于世界上的所有竞争，只要一方死亡，就无法分出胜负，所以也不会败北。大擂台赛结束，本应该是为争夺海皇称号举办的比赛，演变成中外团体赛，又不了了之。不过踏上归途的观众们却步履轻易，脸上笑容心满意足。郭海皇没死的消息，永次郎也很快知道了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永次郎再次回到了擂台上，郭海皇也在，他认可了永次郎的海皇身份，约定100年之后两人再战一场。大擂台赛结束，几人返回日本，完全恢复的刃牙开始了1天的训练，并再次去见了那棵千年古树。小阿里找上了刃牙，一拳击碎了刃牙的沙袋挑衅，表示要和刃牙决斗，但是刃牙不会和任何人决斗，除了他的父亲永次郎。不过小阿里却显得胜券在握，他和刃牙之间迟早会有一战。要说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小东西正计划着撬对手墙角，试图让刃牙变成牛头人。小阿里的计划能否实现？他和刃牙之间的战斗又会如何？欲知后事如何，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